夜华，你的阵法图我完全看不懂。当初我在昆仑虚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，阵法在我生物的课业中排名第10。我只要看到这阵法图就头疼，全身都疼。那你还正儿八经的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之前是担心你的手拿笔不利落，不过看来你拿笔的姿势还挺好看的，就想多看几眼。娘亲，娘亲，我的团子回来了，自己拿这么多东西，让他自己来。娘亲，娘亲，团子回来啦！成玉，成玉，这个就是我娘亲。你看我娘亲是不是很漂亮？原来这位就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程昱元君。殿下，小仙能摸一摸娘娘吗？我娘亲是我夫君的，只有我夫君可以摸，你摸什么摸？我长这么大，第一回见着一位女上神，摸一摸都不行吗？当着我的面调戏我的妻子，程昱，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殿下真是小气。阿离，你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从灵山上给你们带的果蔗。阿离最乖了。家人去接我时，千叮咛万嘱咐说，夫君右边的这手臂伤了，让我千万不能耍赖让夫君抱。夫君，你的手伤疼吗？不疼。夫君一只手就可以抱起你。哎，没事吧？小心。别担心，前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右手有些知觉了。我自然知道，你的手很快就能恢复了。只可惜你画的一手好丹青，若因此而不能作画的话，日后我同团子的画像还要劳烦他人，岂不太不方便了？要不现在就给你描一幅。现在？娘娘风采卓然，等闲的画师都不敢落笔的，怕也只有殿下才能将娘娘的仙姿给绘出来。这么会说话。走了，团子。程昱，哎，你也过来坐吧。好。程昱听说，上神是凤九小殿下的亲姑姑。不错。哦，那小仙斗胆，请上神给小殿下捎个口信儿，说我在九重天遇到了麻烦事，要劳烦小殿下上来一趟。我即刻托人给他捎口信便是。不过他近来心情不好，会不会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就不劳烦上神费心了。我跟小殿下的交情啊，深得很。你们竟如此熟吗？没有，缘分，缘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歇歇了。殿下，小仙坐了这么许久，脖子都快歪了，怎么连小仙的一片衣角都没有啊？程昱，怎么这上面没有你？夜华他近来体力不济，一只手作画很累的，
你多体谅他。体力不济，体力不济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夫君虽然抱得起阿离，却抱不起娘亲？夜华，程昱，把阿离带回店内休息。夜华，是。夜华，快点放我下来。夜华，方才我不要去一览芳华，你不要介意。什么？那个，她毕竟是团子的亲娘。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抛下你们跳下诛仙台，但是死者为大，在她曾经住过的地方与你不太好。我知道。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说吧。我已经让奈奈把她的东西锁起来了，也告诉自己不再轻易打开，省得找不痛快。她的东西我已经烧光了。还有一件事。芊芊，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交代啊？方才说的都是过去的事，接下来说的这件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还记得我在西海的时候同你讲过想要与你退婚的事情吗？记得。那个时候，我没有瞧清楚自己的真心，说的那番话，你莫放在心上。如今我们两情相悦，自然是不能退婚了。我在西海闲来无聊的时候，算了算日子，9月初2那天，一嫁娶，一兴土，总之，是个万事皆宜的好日子。不如，你同爷爷讲，我们在那天把婚事办了吧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这样说显得不太稳重，由你去提是不太好。不如我让我阿爹阿娘去，毕竟是婚姻大事，老人家说会显得比较稳妥。芊芊，你再说一次，你愿意同我走吗？夜华，我爱你。我真的爱你。我想永远都跟你在一起。我们青丘女子一向就是这么坦白的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可她自小在板正的9重天上长大，该不会嫌弃我这2句话太轻浮？就让情分落九成。凉凉是雨，还是还会春山？
还不睡啊？我都快让你折腾散架了。芊芊，如果真如丽静所说，墨渊上神元神一旦归位，东皇钟上的封印也会减弱，金苍破钟而出，那时你会怎么做？怎么了？若7万年前，你有机会先一步封印东皇钟，你会不会真的替墨渊上神去？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有机会替他去，当然会去了。昆仑虚任何弟子都不会犹豫的。怎么？睡吧。夜华，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许多人都会认错你跟我师父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。除了初次见你在东海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神。你跟师父还是很不相同的。是吗？师父的眼睛呢，不像你这般漆黑，不像你这样谷水无波的。你说你在神仙里面也算年轻的，怎么这样老成，显得比东华帝君还要老成？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，看累了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。天都亮了，那你要起来还是再睡呢？有点口渴了，命人煮茶吧。好。从今日起，你派人时时留意东皇钟，如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君上的意思是，那擎苍要出来了？这件事你不需要清楚，你只要记住我的话，只要东皇钟有异动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立刻来找本君。是。你说你亲眼看到白浅上神往君上的茶鬼里面下药？你真的亲眼看到是白浅上神？奴婢不敢撒谎。怎么可能？他跟夜华是有婚约的，不至于如此啊。对于这位上神和君上的事，素锦始终有个疑虑在。难道娘娘没有吗？你在疑虑什么？
你先退下。是。这300年前的事，素锦至今记忆犹新。娘娘不觉得奇怪吗？昔日君上对那个凡人爱入骨血，300年来也是守着那盏灯，心心念念要造出个假的来。怎么这一切在去了趟东海后，突然就变了？哪怕是变了，也变得太快了些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说到本宫的心思里了。本宫也一直在忐忑，这夜华是受了什么蛊，怎么这么快就移情了呢？都说青丘九尾狐一族善用媚术，说不定今日这奴婢看到的，就是什么媚药呢？现在，这都是猜测。毕竟他是一个上神，又跟夜华有婚约在先的，他不至于如此。就算夜华对他无情，也是要娶的。有件事，娘娘恐怕不知。又有什么蹊跷之事啊？在君上去东海前，青丘的白凤九曾假扮成我的样子，去紫宸殿里偷走了劫魄灯。什么？偷走劫魄灯？那个白凤九，堂堂一个帝姬，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之事？你为何今日才告知本宫？当时三殿下和司命特地来替他赔罪，说是他不懂事，胡闹着玩才偷走了灯，还拜托我千万不要追究计较。我也是看在东华帝君和司命的面子上，将此事压了下来。早就听说这个白凤九顶着报恩的名义，在太晨宫里胡作非为，扰得太晨宫里不得安宁。原以为帝君会嫌弃这个小殿下，没想到还挺维护他的。帝君心思莫测，谁能猜到？不过臣妾想到这件事，是觉得蹊跷。娘娘，您想，白凤九先是偷走了养着素素骨血的劫魄灯，白浅随后就在东海与君上相遇。君上在见了他一面之后，又迅速移情，不再做任何重造素素骨血的事。如此一联系，是否太过巧合了？的确太过巧合。所以，不管白浅是不是跟君上有婚约，我们都应该查清楚此事。倘若这个白浅的心思真这么深，娘娘就应该早一些禀明天君和君上。这种女人，做太子妃，或是未来天妃，都太危险了。不错，但是目前这些都还只是猜测。她毕竟是白浅上神，青丘女君，轻易得罪不得。那位上神已经来天宫2次了，都没有拜会过我。今天我倒要去见见他。娘亲，你看得太快了。你一个小孩子家看那么仔细做什么？等我看完了讲给你听啊。娘娘，都起来吧。孙儿见过阿奶。快起来吧。是。臣妾见过君上，见过上神。白浅上神，乐须娘娘，按礼数，我应该给上神行礼请安。但鉴于你跟小儿的婚事，你我行礼请安的事，就两两相抵了吧。
还是随了夜华这处的辈分吧。白前见过乐须娘娘。那我就受了这未来儿媳的礼了。君上，夜华，你看你总忙于政务，茶都没来得及喝就凉了。母妃让人再去沏一杯新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何必如此麻烦？此茶的温度正合儿臣的胃口。哎，那茶不能喝。这茶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只是担心你喝了凉茶，身体会不舒服。你毕竟才刚大病初愈，万一喝了凉茶，身体又病了怎么办？母妃不必忧心，此茶正是浅浅为我准备的，里面添加了不少折颜上神给他的养生补气丹药，正是用来调理身子的。他怎么知道我偷偷放了调理的丹药？原来如此，上神有心了。娘娘无需客气，毕竟夜华也是我未来的夫君，我也希望他尽早调理好身体。话说到这儿，让本宫想起来你二人的婚事。上神已经先后来九重天2趟了，如今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要不然，把婚事提到日程上来吧，把这桩喜事提前办了。一来合乎天族的传统，二来也算了了天君和夜华父君的心事。上神意下如何？虽然我是青丘的女君，但是我毕竟上面还有父母在，婚事也要先问过他们。好，这样我跟天君先说一下，提前准备着。毕竟天族和青丘的婚事是大事，马虎不得。阿奶，阿丽喜欢你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平时就不喜欢我了？平日也喜欢，但今日最是喜欢。阿丽就盼着夫君和娘亲能早日成婚，这样一来，阿丽就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。哦，那要是不成亲的话，你就找不到娘亲了。若不成亲，娘亲她总是要顾及天族规矩，偷偷来寻夫君。你看这次就又是深夜偷偷来夫君的寝殿。若每次都这样，阿丽找起来实在不方便。夜华，怎么总是不讲话呀？正如母妃所言，此乃天族和青丘的大事，须得由天君和胡帝商谈，急不得。你心里有数便是最好。本宫就不耽搁太子殿下处理公务了，先走了。送儿恭送阿奶。去看书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你的茶里面下了调养的丹药啊？连我母妃都晓得这茶有蹊跷，我若不清楚，岂不显得昏庸无能？哎呀，原来乐须娘娘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！我说她怎么来的这么匆忙？你们天族规矩真多，心思真多。怎么如此看我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瀛洲去得值。如今你与我说话，都活泼了不少。我年少时就是这个性子，只因现在活了14万年，四海八荒称我一句姑姑，自然不敢言语太过轻浮。哎，我们的婚事你是怎么准备的？这是大事，必须从长计议。
这几日东华帝君刚回来，有许多事要跟天君商议。待过几日，天君空闲下来，我亲自去与他奏请完婚。要等这闷葫芦，不知又要等到何时。我先去和几个哥哥招呼一声，让他们在阿爹阿娘跟前说说，免得日后闷葫芦去了被刁难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是在准备小殿下的生辰吗？君上素来不喜这等大红色，去换了吧。是君上亲自吩咐下来的，说青丘的姑姑即将嫁过来了，叫我们准备着。是这个道理。毕竟姐姐她是青丘上神，又是君上未来的正妃，马虎不得。稍后我回宫，势必也要与君上和乐须娘娘商量看看，如何准备这迎娶正妃的大礼。快去吧。是。娘娘，当初你嫁入这洗梧宫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拜祭天地的礼，您还不如做天妃的时候呢。我对夜华是自小的情侣，赤心日月可见。日后谁是这洗梧宫真正的女主人，还不一定。是，娘娘。夜华，你已经打定主意完婚了。那我们商议一下，这聘礼，还有迎亲的礼仪，这可是大事啊。是。父君莫要高兴得太早，夜华还需下凡间历个劫。为何要历个劫？东海瀛州的4大凶兽，继承了父神半生的法力，可夜华却砍了他们，这就是对父神的大不敬。儿臣这2天查了查天规，夜华理应下凡历劫。旁人都不计较了，你也就不要再计较儿子犯下的小错了。天族有天族的规矩，犯了错理应受罚。正在说着高兴的事，你这也太扫兴了。夜华，你父君说的对，毁了父神的东西，是要去历劫的。孙儿明白。不过你毁了神之草，这功过相抵，本君就罚你下凡，但不去历劫，让司命在你的运部上留个空白，因缘际会，这都是上天说了算。你以为如何？孙儿遵旨。不过是历劫，最多2个月就回来了。依照夜华和青丘白浅的身份，怕是夜华返回天宫了。你们的聘礼啊，还没准备好呢。父君说的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姑姑，你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呀？反正迟早要嫁的，早一些又何妨？没，我只是惊讶于你和夜华这天雷地火的情谊。你要嫁就嫁，四哥可不敢说什么。青丘和天族联姻这种大事，不能只是我们青丘一厢情愿。这件事情就是夜华的母妃先提起来，我才回来说的。哦，原来是乐须娘娘。不过，二哥，你看你，这亲事都定了，不就是成个婚吗？你怎么疑虑如此多呀？那墨渊呢？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件事情确实要告诉师傅的。但这件事本是天君跟阿爹定的，师傅应该不会说什么吧？更何况，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女儿身呢。天真呐，太天真了！你以为墨渊上神识不破折颜的法术？
他们可是兄弟呀。我还一直以为，你心中的人是墨渊。二哥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师父与我有渡劫的救命之恩，有传道授业的师徒之情。他对于我来说，可是像阿爹一样亲的。哪怕有一日让我带师父去受死，我也不会说什么的。但我心中的人只有夜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好，既然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那二哥也就不拦着你了。只是这亲事已经定了这么久，你忽然如此急做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夜华他带我去瀛州，用自己的修为去炼了那些丹药，救了我的师父。如今他已经没剩下多少修为了。我是担心他万一要继任天君，受不了那9道天雷、81道荒火的大业。他继天君之位和你们成婚有什么关系？自古以来都是继任天君和天后一起承受这个业的。如果我能跟他成婚的话，就可以跟他一起来受这个业了。这还不是夫妻呢，就夫妻情深了。小五真不愧是我们青丘的人，忠贞，太忠贞了。好，那明日二哥就修书一封，着人给阿爹阿娘送去。谢二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去哪儿啊？此处才是你青丘狐狸洞。团子还小，夜华又要整日忙于公务，我得回去照顾他。那二哥和四哥呢？你就不理了？你别理他，你先去吧。是二哥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你瞧我们这后娘当的可真是地道，只可惜啊，夜华宫中还有一个实打实的天君赐的侧妃，她和小五终究做不到红烛双影一双人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。哦，什么事？我就要嫁去天宫，我身上这5皇之一的地位就要传下去，端没有既要做天妃，又要做女帝的道理。道理虽然是对的，只是爹娘只生了我们5个，这青丘5皇5帝断然没有一人身兼2个地位的道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5个中也只有二哥你生了凤九这个女儿，不如传给他。我？好，好主意。不过，二哥是青丘5皇之帝，若凤九真的成了你的地位，这辈分是不是有点乱啊？你先回去吧，这桩事待我与爹娘和大哥商议后再商量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姑姑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？你爹又打你了？没往死里打我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具体的呢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只不过三殿下的那位红颜知己托我给你带句话，让你去9重天找他一趟。程昱元君？就是他。程昱元君做事一向很谨慎的，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，他不会特意托姑姑来找我的。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，不过我看他的神情，好像还挺严肃的。我不同你说了，我要赶着回天上同团子一起用晚膳呢。你要偷偷上天的话，就找四哥帮你吧。凤九恭送姑姑。你笑了一整天，怎么遇上喜事了？没错，而且是2件喜事。哦，第一，我们家小凤九要继承青丘女君位了。青丘女君位不是小五的吗？这便是第2件喜事啊！我家小五要嫁了，她这回啊，真是红鸾心动了，亲自找我二哥替她去和爹娘说，而且日子都定了，是9月初2。哎呀，墨渊啊，墨渊！你不说些什么？
你不惊讶？连我二哥那种人都吓了一跳。有何惊，又有何讶？不错，夜华的父君已经在拟写聘礼了。本宫也有很多事情要操办。素锦啊，你既是洗梧宫的侧妃，又是这宫里唯一的后妃，要帮忙操持起来。安排宫里的奴婢们都准备起来。真是好久都没有大喜事了。娘娘放心，臣妾一定会尽力替娘娘安排好这一切，让白浅上神风风光光的嫁过来。不知这婚期是在何时？婚期还没有定。没定？夜华之前不是沉了东海瀛洲吗？砍杀了父神留下的4大凶兽，现在被罚下凡历劫，差不多也要2个多月才能回来，到时再定。臣妾懂了。上神，君上可在里面？君上不知上神何时回来，让我留在此处，待上神回来之后，将上神带到君上那儿去。搞得这么神秘。上神请。上神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什么。这莲池，我以前也来过，为何今夜雾如此大？这是君上特意安排的。上神，请。臣等拜见姑姑。浅浅，来，过来。浅浅，这些都是天族各位神仙。白浅见过各位。你怎么摆着天族太子的阵势来迎我？你可是九重天的太子妃，当然必须如此。没想到你这个人有时候……什么？还挺讨人喜欢。只是讨人喜欢吗？阿离拜见夫君娘亲。快来。娘亲怎么又偷偷跑来这里了？阿离以为要好些日子见不到你。娘亲去青丘找你的几个舅舅了，让他们安排安排，让娘亲
尽早嫁给你夫君。真的太好了！夜华，今日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了。二哥已经答应我，去跟爹娘说，如果没有大差错的话，9月初2那天我们就成亲了。芊芊，9月初2怕是不行了。为何？我得下凡去历个劫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去历劫？此次下凡，和东海瀛洲那4头凶兽脱不了关系。虽然我毁了神之草是一件大功德，但是杀了那4头凶兽，这是一件大罪过。毕竟他们体内有父神一半的神力。如此功过相抵，还余下不少罪过，我便得接受惩罚，下凡去历劫。竟然是因为那4头凶兽。当初他们伤了阿爹的时候，我就十分不待见他们。看起来，他们真是与我命中相克。所以，你这一去要多久呢？在凡间历60年的生死劫，算起来，也不过与你分开2个月罢了。要2个月啊！你8月初下凡历劫，2个月的话，我们就将婚期挪到10月份吧。10月的话，小阳春也是好时候。只是，虽然对我来说是2个月，对你来说可是漫长的一生。司命给你写的契约你可看了？他不会给你写一个3角4角的多角情吧？此次并非司命写的故事，而是按照天君的意思，在我运部上留白。意愿如何，端看个人的造化了。留白？也就是说，没人知道你将历经什么？不错。那我要嘱咐你几句。你说。就算你这次下凡，会忘了身为9重天太子的身份，忘记了洗梧宫里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正妃，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。其他的我倒不怕，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那若是我在凡间真的惹了桃花，你便如何？若真有那个时候，我便将你抢回青丘，锁在狐狸洞中，让你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，让你用膳的时候看着我，看书的时候看着我，作画的时候也看着我。若真是如此，我倒想你现在就把我抢回去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待你历劫回来，就来青丘寻我。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，就随了青丘的规矩，将你锁回狐狸洞。好，芊芊，我们睡吧。